大家好，我是小狼啊。今天我们来聊聊房价这个话题啊。之所以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最近有一个老同学问了我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他的孩子没有北京户口于是就在宁波买了一套学区房给孩子未来上学使用。那么北京那套价值1000多万的房子到底要不要卖呢？经过他对家庭资产的描述和未来的打算我给他的建议就是卖掉于是他下定决心，当天就和之前谈好的买家签订了协议，成为了手握1000万巨款的富婆。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房子要不要卖，该不该买房，房价会下跌吗，下跌是否是暂时的。那恰好最近又开了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们就谈谈房价这个问题欢迎大家点赞转发收藏。在说房价之前，我们要看看中央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政策导向。首先这次会议重申了房住不炒原则说明高层调控的主基调是没有变化的，房价依然是国家重点调控的对象。这其实相当于锁死了房价再创新高的一个发展速度。但是同样是房住不炒，其实它也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在过去我们的侧重点是抑制投机，抑制像温州炒房团这样的一个职业炒房客。还有呢，就是划出了3道红线，让类似于恒大这样的房地产企业降杠杆，防止出现一个过度的投机。但是现在侧重点发生了改变，高层认为保交楼和满足居民住房合理需求成为了重点，而且这次会议还首次提到了促进房地产行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这就意味着高层对前期房地产的一个过度调控很可能会出现一个纠偏让房地产市场迎来这个喘息的良机。所以从长期来看，房价也会迎来一波喘息的机会。也有人会问未来房地产市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走向呢？我总结了房地产行业未来的几个趋势给大家一个参考。第一点就是信贷投放加快，用以满足房企开收和居民购房的合理融资需求这就说明了房地产行业融资出现了一个松绑但是依然是以满足刚需为主。第二就是预售等监管政策有所松动这是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有些地方的实行的过度的预售监管，导致了房地产行业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那这次松绑其实是有利于房地产企业这个健康发展。第三就是第3轮的土拍条件放松，土地财政很可能会继续维持一段时间。在之前的第2轮土拍中，很多地方的土地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流拍土地流拍了政府就卖不出去地这就会带来了很严重的财政缺口有人甚至觉得现在我们这个刷屏的公务员降薪原因之一就是卖地收入不够政府财政不足。所以这次土拍的松绑其实也是一个纠偏中国的土地财政不可能一下子退出历史舞台的，而想要退出也是一个徐徐图之的事情。第4就是预期引导，预期引导主要就是开拓新的房地产发展道路。我们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并不缺这个商品房，而缺的像那个长租房保障性住房等这2块如果把这2块搞好，可以很大程度上的缓解目前的这个住房需求问题。那当然在商品房上呢，也要更好的满足购房者的合理需求，那就是以刚需为主。当然针对富人的改善型住房也是需要有的。第5就是因城施策这其实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未来几年全国1、2线城市和3、4、5线城市将会继续分化基本上成为一个定局。对于房价不该继续大涨的这个城市比如这个北上广深政策可能会以抑制和打压房价为主，而3、4、5线城市由于这个需求和供给的问题政策反而会出现扶持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房价到底涨不涨，还是要看这个国家整个的发展情况。目前中国其实是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相当于是一个古代的这个盛世。参照古代历史大城市的房价其实都是十分的高的。比如唐宋8大家之首的韩愈韩愈在古代是当官的最高当过吏部侍郎这是一个大官，但是他辛苦工作了30年才能够买得起京城的房子。所以你看，就像我同学在北京买的房子，虽然不是什么特别贵的一个豪宅但是也卖了1000多万这就是由于蹭了首都的红利和国家发展的红利。所以1、2线大城市的房价基本上还是会处于一个上涨的趋势这基本上是很难改变的。但是3、4、5线的城市受到这个人口流出生育率降低等问题的影响，楼市会呈现需求不足的情况导致这个房价出现一个下跌。
那具体下跌的程度啊，建议看看当地近几年的人口流入流出的情况啊，作为一个判断依据。这些城市的房子啊，除了核心地段啊可能会继续出现上涨之外，其他地方那只有这个刚需的价值啊，并没有一个投资的价值。而且现在由于学区房政策出现变动啊，投资和购买学区房啊也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啊，这是目前一个买房的黑天鹅啊。所以啊，我们购买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当地的这个入学的情况啊。当然，就算你全部都搞定了啊，全部都了解清楚了，万一政策又出现变动，你买了学区房也只能是哑巴亏。那如果站在更高角度来看，这次的中央工作会议倡导的是更加公平，所以啊，可以比较肯定的说，买房暴富的时代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啊，政府对于刚需和保障型住房的扶持力度啊，也在一步一步加大。当然，有钱人当然也可以去买豪宅，但是也会缴纳高额的这个房产税。啊，今天呢，关于这个房地产的行业的未来一段时间的趋势呢，就说到这里。后续如果有政策变动的话，那我会再出这个视频进行补充和更新。视频制作不易啊，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和收藏啊，谢谢大家。